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叶思密。今天节目一开始，先欢迎我们的到场来宾，前成功级舰长黄征辉舰长，主持人各位观众，大家好。时事评论员王尚志尚志哥，思密好，观众朋友大家好。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干哥，思密好，大家好。好，观众朋友，今天节目一开始持续的邀请观众朋友，今天节目一开始之前呢，先在收看前按下热推这2个字的这个键。如果没有看到热推这2个字的话，请观众朋友可以在留言板区特别留下热推，并且呢告诉我们在哪一个城市收看。昨天我特别整理出了许多观众朋友特别留言说告诉我你在哪里，念几个地方比较特别的，非常多人现在在马来西亚，很多人在香港，还有新加坡也很多，台东、新北、东京、加拿大多伦多、温哥华、澳门、汶莱、美国旧金山、洛杉矶、波士顿、布里斯本、广东、巴黎、曼谷、阿根廷、哈尔滨、缅甸、首尔、孟加拉、印度、印尼、巴西，非常谢谢各位观众朋友的留言，我们的观众真的是来自于全球各地哦。今天持续的可以在留言板上面留言，思敏我在哪一个城市，一样的，我看到这些讯息都会亲自的来做回复，欢迎观众朋友跟我们做更多的互动。今天节目一开始，持续的要来关心到的是在美伊的这场战事，谈判的倒数现在变成难道是开战的倒数了吗？美军现在出动了3航母，同时压境，要对上伊朗的封喉战，并且伊朗方面现在根据消息指出，可能出动它的超高音速导弹打一个新战法吗？战争会不会在本周随时开打？今天都会一起来做关心。今天3个火线话题，我们等一下请来宾特别帮我们做解答。首先看到的是3航母之外，这是来自于美军，还有它的无人艇也首次的进场了。现在说兵力创下了20年来的最高，但是还是卡在这个谈判前夕。美国这样做，难道是要引战吗？有没有可能本周就会真的开战？伊朗方面当然了，完全不退让。现在说可能寄出的是它的高超音速飞弹，还有无人机海反舰飞弹，来加快它的这个步伐，甚至瞄准的是荷姆兹海峡的封锁。战争现在变成了低成本的消耗战，要消耗航母，美军能撑得住吗？第3件事情是，现在呢离这个60天战争期限只剩下最后倒数了。川普如果再拿不到国会的授权，他会不会硬打下去？还是被迫收兵呢？今天就这些议题，我们都会一起来做关心。美伊谈判，观众朋友，我们知道第2轮即将要开始了。那在这个敏感时间，没有想到双方各自校正哦，这个军事部署啊更加的扩大了，而且是全面的升温。美军现在中东集结了2003年以来最大的兵力，甚至可能接下来就会马上可以看到3航母一起集结在中东地区了。我们先来看到布希号最新动态，它是在非洲南端，几天后它就会正式的抵达了中东，那么将会是第3艘的航母出现在中东。福特号先前不是出事吗？这个经历了火灾、设备故障，在希腊维修长达14个月的时间，官兵也都被拖到极限了。现在是硬撑在这个红海的这个地方。再来看到的是林肯号也已经卡位在阿曼湾了，直接会来参与对于伊朗的封锁行动。再来看到还包括了美军出动的迪里波里号跟全狮号，都已经完全的部署好了，可能很快的就会跨越太平洋来压进战区。接下来我们还要看到的是同步调动的，包括了首度对伊朗部署的无人艇，也进入了无人化的消耗战的最新阶段。外交进度上，赶快来看到最新消息，来自于川普最新的说法。他说，副总统范斯现在呢已经率团了，直奔巴基斯坦，几天后就会到达，准备跟伊朗来展开第2轮谈判。不排除川普说他自己也可能，如果谈得好的话啦，会来见伊朗的高层。那么另外一方面，我们来看到的是伊朗呢，他也没有要退，没有想到伊朗的议长在这个时候站出来，他再度的喊话，对川普喊话说，伊朗已经准备好了，如果你美国跟以色列再继续爆发战争的话，我们会亮出新牌。这听起来是一个威胁的语调哦，所以大家也在
在预估说，伊朗议长说的新牌到底有哪一些呢？军事上的部署，特别带观众朋友看到的是《纽约时报》说的，德黑兰呐，他说有核弹级的武器。这当中纽时也特别指包括了有飞弹，还有数千架的无人机，都正在伊朗内部快速的回血，清理后，它可以恢复到战前大约70%的战力。第二件事情是传出来了，包括伊朗具备有它的超高音速多弹头飞弹，速度高达8马赫，15分钟可以打到以色列。更致命的是，包括了它由它的反舰飞弹、无人艇、快艇的战术，可以做低成本针对荷姆兹海峡的这一场封锁战。再来，中国大陆的角色也在这当中。现在有传出来说，这个伊朗向中国大陆购买的鹰击12外销版本的 CN-302的这一款超音速反舰飞弹，并且和大陆协商采购地对空的飞弹系统、反弹道武器以及它的卫星武器等等。现在看起来，双方都已经把兵力进出了。现在看起来，难道可以说是开战的前兆吗？会不会本周就会直接引爆战争？干哥怎么看？好，3航母压境啊，这个标题非常耸动。为什么呢？的确，事实上也是这样，在案发，就是在进发之中，在安排之中。那你说，其实老实讲，林肯号最早就是已经在阿拉伯海，在红海附近巡弋，然后福特号真的是劳苦功高啊，这么新的船，但是它现在已经部署超过10个月，好不容易到希腊的克里特岛去喘息一下，没有2个月，来回来，再回到红海来。其实他们官兵，我相信那个心理的那个素质一定变得很差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马桶不通，又发生火灾，现在再被拉回来，你知道，其实官兵那个人是不能换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你部署在海上，除非你回到美国本土去休整，不然的话还是同一批人。其实我是觉得他们的士气恐怕已经很低落了，没办法，上级指示嘛。结果现在还要再派第3艘，第3艘就是尼米兹级的最后一艘，叫布希号，布希号 CV-77，这一艘也来了。现在听说在好望角那边要抵达红海，那个大概只要不到1个礼拜就能到。我现在揣摩着这3艘航空母舰到了波斯湾来的意义在哪里？我们现在先厘清，因为如果这个是重兵啊。你派这样的重兵到了前线去，那代表什么？代表就是谈不拢的时候就是要打，只要谈不拢就是开战了，就要打了。当然，航空母舰做先锋，这是美国在外交策略上以及它在军事行动上本来的预先部署。但是我没有看到，你说这是20年来最大的一次兵力集结，对，没错。为什么？因为它也带着另外2艘。2栖突击舰啊，在附近已经也到了位置上了。可是这2艘2栖突击舰上面的陆战队第31陆战远征队，他们最大的兵力加起来只有5000人。所以如果说你今天是用航空母舰进行压制的话，我可以理解。但后续是什么样的工作？就是我们常常反复在讲的说，究竟你的战略目标是什么？今天我要把浓缩铀搬走，那你必须入侵本土，你一定要 invasion， 你一定要入侵，那个兵力不是5000人能够做得到的。那3艘航空母舰到了现场的意思就是说，我把荷姆兹的海峡控制权拿回来，这个不需要3艘航空母舰，这只要神盾驱逐舰一个舰队就做得到了，一个战斗群就做得到了。所以我现在在看川普他的战略部署。究竟是什么？这不到战略，这是战术部署啊！舰长很清楚啊，这是战术部署啊！你派这么多大船来，结果你又不上岸，究竟是在做什么？也许你是要再进行一次有限度的大型打击，这个我能够理解，但是看起来也不像。现在我跟你讲，现在伊朗本身内部已经发生了温和派跟强硬派之间的争执。温和派是谁？阿拉奇外长。强硬派是谁？强硬派就是 IRGC 革命卫队的这个那个新的司令叫瓦西迪，他们2个人之间在斗争。那所以现在只剩下1天的时间，范斯已经去到了那个巴基斯坦了。那你伊朗的代表是不是要到？我们就看这个，
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结果。所以美国已经重兵部署在当地，如果伊朗没有办法及时反应过来，川普是不是要断然进行更强烈的军事打击呢？但是伊朗现在也已经听说，他们现在回血到什么地步？就说你们以前，这个我们对付你们啊，我们花了这么多的无人机跟弹道飞弹，可是说句实在话，我们窝藏的东西你们根本计算不出来。老实讲一句，在这种不对称作战里面，伊朗它是赢家，因为它有太多的廉价无人机。现在有一种最新的无人机叫什么？它叫做它叫做天堂的守门者。这架无人机只要3万块美金，伊朗要大量部署，而且听说对付海上的舰队非常有效。除了弹道飞弹、高超音速飞弹之外，其实我觉得伊朗新的这批无人机，那才是真正的杀手锏。我们拭目以待吧。好，所以最后的关键24小时到底是谈还是会打起这一场仗？我们持续的请舰长来带我们看，尤其美军现在已经都完全的重兵部署了。刚刚干哥也提到了，现在这个伊朗它的新的这些无人机一系列都排出来，《纽约时报》还有说了，伊朗手上握有核弹级的武器都还没出。对于美国来说，接下来面对的压力到底又有多大？舰长怎么看？首先，我先讲一下这个美伊战争的大盘就基本盘。大概是双方都不想打，我不信他们任何一个人想打。那两个不想打的原因不太一样。像美国的川普，因为美国就是川普决定嘛。川普为什么不想打？因为这个东西会影响到他自己。好比说，第一个油价，美国的通膨，他的民调一直往下掉，还有一个他要碰到的期中选举。意思是说，如果这个东西拖下去，这个美国方面损失毁灭的是川普，这是第一个。那川普做决策，所以他当然不希望他自己毁灭，他希望他能够继续的能够有，当这个美国总统做得很好，这是一个。那伊朗呢？伊朗当然也不想打，因为为什么？他的经济现在有很大的问题，再打下去，你看像现在美国已经知道说，我不要去轰炸你了，我给你记这个2级制裁，谁敢帮助你，我就制裁你，那个力量是很大的。像那个古巴就被这样制裁得很惨。如果真的全世界去配合他的话，伊朗的经济一崩掉，你知道所有的这种大的帝国，大概它沦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都是经济崩溃，就是说我专制啊什么，只要你还过得下去，你都还会过，就活不下去了，它就会起来的。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，所以伊朗不愿意打的原因是他希望这个国家活下去，这个跟美国是不一样，但基本上两个都是一样不想打。那所以，因为这个，再加上这个东西，全世界都在关心。你把油价打上去，全世界经济都崩了，不是只有，好比说，只有伊朗的油价变贵，那全世界都变贵啊。那油价是全世界是一个价，所以会变成怎么样子？全世界都会非常关心，全世界都会施压。你最明显就可以看到北京，北京其实不太管这些别的国家的事情，但这一次他管得很深，王毅到处在奔波，在打电话，为什么？因为它影响太大，所以美国也好，或是伊朗也好，他们都会受到来自很多人的压力，而且他们发自内心也都不想打。因此，我现在先推断，他不可能打成第6次中东战争，但是他一定会达到一种某种程度的妥协，让川普有面子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，大家要知道，这个打仗其实我们说这个战争的 ABC 就是一个大欺小，强凌弱。就这么简单而已，所以你看到了美国现在派了这么多的这个部队去3艘航母战斗群，是有史以来大家很少看到，还加上2个迪利波里什么的全4号的那个大军集结啊，但是在那里我可以告诉各位没有用，为什么没有用？你知道吧？你就想一个情形，今天我们在陆战，我们这里我底下有一大堆我们的友军，我们要攻那个山头，那个山头在那很高，那是敌人的制高点，我一定要抢下来。那敌人我要打得下来，打不下来，一定打得下来，因为我的军队太大了。但是对不起，冲上去只有这么小的一个山头，谁先冲上去？你先冲上去，还是我们华干哥先冲的？还是我们上次就说谁冲上去谁先死啊？而且这一路过去，最后总有一个人会胜利，但是这个过程中间会死得很惨。所以我可以告诉你，美国经不起死这么多人，因为伊朗没有别的本事，你地方就这么小，你怎么打我？你再多的军队，你同时进来的也就只有那么一点。那你进来一波，我把你打死；你进来一波，我把你打死。除非美国决心要跟伊朗共存亡，
否则他一定不愿意打，因为要死太多人。这是最后的这个。那最后我要说这个，现在呢，伊朗的状况是最糟糕的状况，就是他已经被打成那个样子，再用轰炸的还是那个样子，因为他就是一个最糟糕的状况。地面部队的那2个叫做远征队不太可能，他死伤会非常惨重，所以最后会有一些小的冲突，最可能就是无疾而终，然后美国就退回去了。好，所以现在看起来，川普如果不想打，是不是现在又有另外一个理由可以让他不打？因为其实刚好呢，美国的这个战争权利决议是说，你如果没有经过国会授权，你去做军事行动的话呢，你就只能执行最多60天。那这场战争，我们带观众朋友稍微回顾，其实刚开始打这场战争是2月28号，所以如果算60天的话，是刚好到4月29号，也就是说只剩下8天了，川普就要停止这一场军事行动。那上这个又怎么看？接下来的川普下一步？这个对于美国政府不止政府不是只有川普啦，人家美国还有国会有参众议院，那还是很重要的。那么这个战争权利决议在这个70年代修改法令之后，它主要的用意就是思考你要制衡一个特别是总统的这个权利。因为往往当然总统作为三军统帅，在很多发动战争是总统决定没有错。可是呢，这周围在整个全世界一样，像美国的民主政治，行政权跟立法权还是在拉锯。所以他们认为，如果美国要跟任何国家打仗，它最后是要由国会来宣战。所以国会有这个部分权利，也就是说，在行政机构，包括美国总统。那么他自己就开始可能有因为特别的原因，临时就打仗了。所以这个打仗当中，一定要由国会来同意跟宣布，我美国政府打你。除此之外呢，对于美国来说是非常自信满满的，他不认为所有的部分的战就可以无止境的打下去，他认为战略的目标跟战术的部分的决定都要有期限，所以他们才会有这个所谓的60天的期限。在他们看来，美国的军力是一般的小邦民国家，60天之内怎么可能不打下来呢？后面有一个具体的部分结果，所以这是这个决议当中最关键的环节。然而到目前为止，不要觉得这个都还没有动，其实这个部分在参议院，要知道现在都共和党把持了主要的，包括众议院跟参议院。这参议院当中已经提出4次了，有民主党为主的发动了4次。最近的一次发动是4月16号，上个星期我们录影的时间，他那是214票对213票，1票之差。这1票之差的部分基本上什么意思？就是说现在他赢了，就是说还是支持美国总统的部分还可以持续，但他还1票之差就禁止川普继续打仗。所以为什么大家就觉得说，因为已经表决4次了，随时有理由就可以去发动。那即使没有成功的话，还刚刚讲60天之内他就得停了。好，大家现在看说，那是不是真的就像讲4月29号？其实不一定啦，应该会到5月底，因为这个权利决议当中也预估了，也提到了还有30天可以撤兵，所以真正的那个决胜负还可以有川普的理由可以拖到5月底。当然这里头是这样子，大家现在在预估的，除了刚刚讲美伊战争谈判能不能谈不下去，打要不要继续打？可是这个打当中，就美国国内的法令来说，刚刚前面我描述的不是无止境的，即使川普还是硬要打。好，重点来，那美国国会怎么办？美国国会拿他没辙吗？不是60天你就得停吗？就接下来的下一场就是说，如果川普还是不管3七21，他还要继续那么多的部队、航空母舰、几万名的兵力在波湾这个地方继续集结的话，美国国会还是有招哦。是什么呢？接下来如果你不继续遵守，美国国会就可以针对卡你的战争预算。也就是说，我可以完全把你的预算推翻，你没钱了，我就不拨款给你。这个部分是美国政府得要遵守的。如果这样你没钱了，还能继续打吗？所以，其实在美国国会的这场战争，法令上是4月底或5月底，然而延伸下去，预算战这件事情，现在在美国境内认为这可能是接下来马上就要面对的事情了。好，谢谢上志哥。那我们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地缘政治、美中之争、战略价值、强权崛起、小国生存，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，掌握世界脉动，全球观点尽在